今天是一期读书分享。今天外边下雨了，其实这个氛围非常适合读书。说是2025年上半年的读书记录，但是其实是我从1月到8月底读的书的一个总结和分享。我一共在这8个月里边看了18本书，然后今天就是挑选5本我自己评分最高的书来分享给大家。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专门做跟读书有关的内容，所以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内容，一定不要忘记告诉我。OK， 第一本也是我今年看完的第一本书，当然也是第一本我给了5星好评的书，就是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 这本书我根据微信读书的记录，我看了10个多小时。茨威格自己说过，冗长繁琐、空乏铺张的文字会让他感到反感，能让人一口气读到底的书才能真正的满足读者。看完这本书，我真的觉得他作为作者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写的是欧洲在1战前后的昨日，那是一个看似安宁、相互信任的时代。虽然也出现过紧张的局势，但是整体上还是向好的。书里边有很多对欧洲大城市的描写，比如说巴黎、维也纳、柏林等等，也写到他在萨尔茨堡的山中小屋和朋友们一起度过的艺术和自然交织的日子。茨威格和友人从阳台上眺望美丽宁静的景色时候，并不知道对面的 Berchtesgaden 山上住着要破坏这一切的人。他怀念那样的时光，却清醒地知道一切都在走向改变。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作者对于自由和独立的崇尚，有好多想法都不谋而合，就好像是宏大叙事都与我无关，就像 Christian Hebel 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在回忆昨日的时候，茨威格并没有抱怨自己的家乡和命运，只是把动荡的岁月化为作品。他说，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最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书的最后章节让我非常触动。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收音机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战争又降临了，比以往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来得可怕，范围更广泛。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外面传来了鸟儿不知忧愁的啾啾声，它们在和煦的暖风里轻松愉快地做着各种亲昵的游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下轻轻摇动，树叶像嘴唇一样在轻柔地触吻。大自然，无聊的母亲，又一次无法体会它的造物的苦痛。第二本书我想讲的是埃隆·马斯克传，也是我看了很久的书。看到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大概是马斯克收购推特那一部分，正好我去跟一个朋友吃饭。这个朋友他因为刚搬到伯利，他就问我会不会考虑去特斯拉工作，我直接就说不要。然后我就给他讲了我当时正在看的这本，以及马斯克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疯子。因为我在德国汽车行业工作嘛，然后看到现在这个德国汽车业风光不再，说实话，其实我还是比较有点那种想躺平的心态，就是接受自己只想当个凡人。我不知道德国这些车企的老板会不会这么想，希望不要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也是因为这里真的缺少像马斯克一样的疯子，太多的规矩框架，没有人去敢碰。反正我看这本书，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喜欢或者说崇拜马斯克这个人，我就是觉得有点像看故事。然后我的结论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我等凡人，但是呢，这个世界需要一小部分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去改变它。第3本我想推荐的书是韩炳哲的《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这本书真的是太浪漫了，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那种就是描写爱情的那种浪漫，而是一种赋予日常以庄重的那种浪漫。用书里韩炳哲的话说，就是当我给卑贱物以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以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以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韩炳哲呢是韩裔德国人，所以我也特别喜欢他在书里对很多德语词源的留注。比如可能 möglich 这个词原本呢是来自喜欢 mögen， 比如 schonen 爱惜这个词是由美 schön 这个词而来，爱惜的对象即是美。Freiheit 自由 Freund 朋友来源于印欧语的爱 FRI，
看我视频的很多小伙伴可能对德语啊、德国、哲思非常感兴趣，推荐你们去看韩炳哲的书。第4本有点不一样的书叫《生活之言》。这本书可以特别快的看完，它其实就是一种意识流的记录，是作者用所有感官去体会的生活记录，比如有观察呀、触摸、抚摸、感觉、嗅闻、品尝，这些动用所有感官去体会的小事儿，无序的堆砌起来，其实就是这本书，也是人生。看完这本书，让我更关注当下，更有意识的去感受正在发生的事物。最后一本书是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本书特别火，很多年前的了。但是这本书其实它不只是讲跑步，而是以跑步为一个主线，然后发展出其他的他在生活中的故事，比如说，村上春树怎么和写作结缘的。这本书也有一段让我特别释怀内容，大概就是说，天生容易发胖其实是一种幸运，因为必须不断锻炼，反而能让身体维持在更好的状态。这就让我更和自己的身体达成了和解，因为以前我总觉得，为什么有的人怎么吃都不胖，为什么我必须要每天锻炼我才能维持住体重？我之前觉得很不公平，但是真的，他说的这段话就是让我特别释然。每天的锻炼不是惩罚，而是一种礼物。而体重呢，它不过是一个数字。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减重，或者说你想让身体更fit 一点儿，那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生活方式、运动节奏，那个时候你的体重就是一个你的目标体重，或者说最适合你的体重，而不是你需要去定一个跟你毫无关系、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数字。总之呢，我觉得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独处，坚持长期主义，那你和这本书的论调其实会很投缘。这就是我在这8个月里边最喜欢的5本书。如果你也看过或者有别的推荐，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那我们下次见。